国王室既然为特朗普搞顶级排场，进行豪华马车巡游，还在温莎城堡举办盛大国宴，这到底是外交盛典，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顶流网红接待秀？历届美国总统都没享受过这些场面， BBC、纽约时报都说这是史无前例，但伦敦街头却爆发了激烈抗议，民众愤怒声比皇家礼炮还要响。这中间到底藏着啥秘密？特朗普这次访问英国真不只是表面那么简单。9月16日晚，特朗普抵达伦敦，受到英国王室的高度礼遇，查尔斯3世国王亲自出面，威廉王子夫妇也悉数到场。温莎城堡全间被皇家仪式包围，特朗普和查尔斯同乘一辆马车，像穿越回19世纪的皇室海报。然而，这样隆重的欢迎背后，却是成千上万英国民众的抗议，他们满脸写着"这国礼我们不约"。事实上，16日当天，近百名民众就在温莎城堡外集会示威。示威活动由一个名为"阻止特朗普联盟"的团体组织，他们举着写有仇恨、无法使任何国家变得伟大等字样的标语，高喊离开英国，英国不欢迎你。示威者直言，英国给予特朗普如此高规格的礼遇，这并不值得。而且这个团体还计划于17日下午在伦敦议会广场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你以为这只是点小小的外交风波？远远不是，这其实是英国社会对特朗普极具争议政策的集中反弹。英国民众对特朗普来访抵触，原因颇为复杂。首先，特朗普一贯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强硬立场，被普遍认为在巴以冲突中完全偏袒以色列，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近期采取激进策略的背景下，引发国际社会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强烈愤慨。其次，特朗普深陷爱泼斯坦案，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大负面因素，持续削弱其支持基础，并影响舆论环境。再者，他任内极具争议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零容忍措施，导致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激起了社会对人权与包容性的深切忧虑。这种政策理念与英国社会推崇的多元文化及宽容价值观格格不入，因此许多英国民众认为，给予特朗普如此高规格的接待礼遇，简直无异于向一个火药桶颁发终身成就奖。更令人讶异的是，尽管特朗普全程躲在闭门会谈中，完美避开抗议副本，伦敦市中心却涌现了约50个抗议团体，声势浩大，警方也紧张应对。英国首相斯塔默正深陷工党内部的巨大压力，而特朗普到访则成了他转移公众注意力的绝佳机会。斯塔默希望在17日与特朗普的会谈中取得实际成果，但英国《泰晤士报》却揭示了这场会谈面临的5大风险，包括棘手的贸易谈判难题、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卷入爱泼斯坦案丑闻，以及移民和言论自由等敏感问题。一场表面上的外交庆典，真实的背后竟藏着如此多的矛盾和分歧。英国媒体甚至用讨好和奉承来形容政府对特朗普的态度。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家批评说，英国政府为迎合一个不稳定的美国政府花费了过多时间和精力，虽然暂时取得一点让步，却没有真正考虑如何在未来减少这种依赖和风险。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真正的特殊关系应该建立在坦诚和批判基础上，英国必须敢于直言，而不是盲目奉承。这就引发一个大问题，英国这样高调迎接这样一个充满争议、政策激烈分化的美国总统，真的是在展示国家实力和战略眼光，还是在政治上给自家挖了个坑？面对全社会的反对声浪，英国政府是否忽视了民众的感受和国家的价值？特朗普和查尔斯王室温馨的互动，是盟友间的真情实意，还是一场表面的礼节演出？斯塔默的政治算盘是智慧的策略，还是自掘坟墓？那么问题来了，特朗普能否带来实质利益，还是只会给英国送惊喜大礼包，比如更多抗议和头条？美国印度化、印度神仙化，这原本只是网友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句话所适用的领域正不断扩展。从事故频出的军工基建到无法实现的政府画饼，这些曾经被视为印度笑话的一切也开始在美国频繁上演。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后，就连美国白宫的画风都变成了无视现实的胜利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极了印度迷之自信的样子。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画风为什么竟然在向被全世界当成笑话的印度靠拢？美国与印度曾经是完全不会被放在一起对比的两个国家。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备受向往的人类文明灯塔，有着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和力压全球的科研能力。美国制造在世人眼中是精密先进的代名词，虽然美国事实上早已去工业化，但许多人都相信这只是因为美国嫌弃搞工业辛苦还不赚钱，主动放弃，只要美国想就能迅速复活为二战时那个独占世界一半工业生产的工业强国。印度则是全球知名笑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偏偏还有种迷之自信，觉得什么牛都敢往外吹。
直到21世纪的第2个10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加之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发展，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摆脱了对美国的崇拜滤镜，转而开始注意到美国旋转门下政商勾结垄断，名为快乐教育，实则通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差距扼杀上升通道等阶级固化的情况，以及美国那越发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提起阶级固化、社会歧视，作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于是当有博主提出美国印度化的概念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一开始这只是对美国社会分化的调侃，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概念最初的适用范围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广泛。不知从何时开始，美国军机坠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基建事故也变得愈发频繁，德州大雪停电和俄州毒列车脱轨更是让这一问题彻底出圈。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只有印度才会闹出的笑话，竟一一在美国上演，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无疑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如何抵得过资本逐利的本能？于是所有的再工业化政策目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这幅画饼，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这种高调宣言而难以落实的治理状态，显然也很不符合美国一言九鼎的世界霸主形象，倒是与印度中央政府雄心勃勃却碍于治理能力低下，被地方和各路利益集团阻挠，计划无法落地的画风十分相似。美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堕落也并非毫无感受，他们也认为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其中少不了资本这个深层政府的作用。为了改变现状，他们在2016年将反建制、反精英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即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的表现并不如意，也没有动摇对他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的普选得票数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由于民主党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表现更好，特朗普输掉了这次大选。但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却并不气馁，对于2020年的失败，他们均认定是民主党选举舞弊。到了2024年，这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将背着重罪指控的特朗普再度选上了台。在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宣称他已经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上台之后将彻底清算深层政府，让自己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上台之后，特朗普也确实大刀阔斧，又是接连签署总统令推翻原有政策，又是任用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裁撤冗员。那么美国的情况变得好起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特朗普的一通操作之下，美国的通胀问题愈演愈烈，企业压力越来越大，就连一贯坚挺的美国股市都开始转头向下，意味着资本正准备逃离美国。但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支持者们似乎并不这么觉得。白宫官网上赫然挂着，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又收获了无尽的胜利。MAGA们依旧在为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热情欢呼。这种无视现实情况、公然宣称胜利的姿态，给人的感觉像极了印度那迷之自信的样子，这让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你美利坚好歹也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么就变得和印度一个样子了？其实，如果带入美国的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会变成今天这个看起来有些魔幻的样子，完全合情合理。自私是人的天性，资本更是贪婪。美国资本想要垄断国家权力，一点也不值得意外。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个对手的存在，美国要与苏联争夺民心，这些资本家也担心一旦输给苏联，美国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尚且不敢做得太过，要给民众福利和上升渠道。但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没有了对手的资本家也不需要继续装模作样。于是美国开始推行快乐教育，开始放纵毒品问题，并且疯狂给高等教育涨价。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美国普通人堕落越来越容易，学好越来越困难。美国的精英阶级就可以通过精英教育与普通人拉开差距，让精英地位世代传承。这样的操作确实起到了固化阶级的效果，但也导致了美国底层的素质下降。但是在工业化的时代，就算是底层工人也需要相当的知识水平，美国底层的素质跟不上，对美国的实体工业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好在此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不必在本国死磕。美国顺势开始产业转移，只将最赚钱的部分留在本土，苦活累活通通外包。
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工业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发展部门。没有了工业，再多的设想也无法落地。去工业化的美国赫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的创新格局变成了美国负责设想，中国负责实现。对此，美国口头上声称中国实现突破的领域都不重要，实际上却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毕竟，美国在历史上就是凭借生产力优势超越了大英，拖垮了苏联，才获得了如今的世界霸权。如何会不担心中国如法炮制，取代自己的地位呢？于是，美国试图引领制造业回流。然而，对于资本来说，美国合格劳动力不足且用工成本高昂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在去工业化后的这些年中愈发糟糕，怎么会回美国自讨苦吃？即使美国政府已经用尽了所有能用的手段，美国的制造业依旧看不到复兴的迹象。到了这个份上，美国已经很清楚自己没法战胜中国了。就算如今还有存量优势，但这点存量早晚有耗尽的一天。但美国不能对外承认这一事实，因为在失去了工业优势后，美国其实在靠霸权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繁荣。一旦承认了自己的虚弱，这套吸血模式就没办法继续，美国可能要陷入崩溃。所以，即使从现实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输了，但是美国还是必须要继续赢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建制派盯上了软实力、巧实力，开动舆论宣传机器，搞出了一套美国过去赢，所以现在也赢的逻辑，对中国的成果进行掩盖和抹黑，动辄，但代价是什么呢？可这样的强辩到底难以服众啊！尤其是在美国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变得糟糕，却看到中国正在越来越好的时候，愤怒和惶恐让美国民众抛弃了传统建制派，试图通过选出一个强势总统来改变现状。特朗普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证明，美国的问题绝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但他又不能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因为如果未来中期选举失利，自己恐怕是要倒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干脆直接搞起情绪政治，通过放出各种惊人言论吸引眼球，让民众相信自己再带着美国赢就行了。反正在美国长期的愚民教育下，美国底层大概率看不出特朗普言论中的逻辑漏洞，这就让美国的画风看起来越来越像那个凭借唯心主义相信自己一定在赢的印度。